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啊？哇，经过一个晚上，你真的变猪头了啊！发生什么事你不记得了？啊？你昨晚是不是去喝酒了？对吧？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，然后我买2瓶酒。黄金条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能喝酒的，2瓶2杯都倒了。我很烦啊。那你记得你喝醉酒之后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不记得哎。非礼和打抢啊！我被非礼又打劫啊！是你非礼打劫别人呐！你是被那些路见不平的人打成这样子的。放屁！你不要每次玩这种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，怎么可能？我一定是喝醉酒，然后自己跌倒啊，鼻青脸肿。不相信啊？怎么？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啊，物证。这个包包很面善哎。还有人证啊。她妹妹，我打起来非礼小美啊！哎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哦，一点都不好笑啊！啊！你看清楚，我像不像在开玩笑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东西？哎，我保护小美都来不及啊，怎么可能非礼跟打响她啊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人家的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呢？还有，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子啊？自己想一想啊！进来吧。好，来吧。都是黄金条不好了。你知道我心脏不好，昨天陪他那么一下，整个晚上都睡不稳。今天早上起来头就重重的，曾律就叫我留在家里休息，也刚好呢，今天曾婷没有上课，可以过去帮她。安迪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带了个人来。小美，对不起啊。他在干嘛？快叫他起来！喂，叫你起来啊！这么煽情，你演戏没？小美，对不起啊，我昨晚喝醉酒，对你做出天理不容、人神共愤的事，我这是罪该万死。我看他是最近看太多电视剧，这些不是人的话呢，都是电视上学来的。他把你当皇后了。你叫他饶了我吧。昨天晚上啊，已经被他吓了半条命，不想再被他吓到，连命都没了。小美，我还你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少1块我都要你赔啊！怎么这么多钱呢？跟你说话。小美，这是赔你精神损伤费。小美啊，你不要怕我，我不会再吓你了。如果我出现在你面前，我就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喂，就这样走了？你话说完了吗？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，小美，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小美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我看他最近韩剧看多了，真的很肉麻。安迪，你没事吧？
你放心吧，他呢对你死心了。真美跟我说的，他说你希望他不要再来烦你，所以我狠狠地训了他一顿。我向你保证，他对你呢是彻彻底底的死心了。他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我看他有没有脸来见你呢？没事，我上班了，好好休息。木生啊，哎，我只拿回我的钱，他的我1块钱都不要。那哇，安迪，你不要跟他客气啊，他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这点精神损伤费呢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反正啊，这些钱他是用不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他的老婆本啊，是他阿妈帮他存的，说他以后娶老婆可以用。这次啊，他是骗他阿妈说他打伤了人，如果不还钱啊，就要坐牢。他阿妈才把钱挖出来给他用的。这个傻蛋！哎，那这些钱一定要还回给他阿妈。还给他阿妈。好，马上。哎，木生，就你刚刚为什么说这些钱他用不着啊？还不明显吗？我这个兄弟啊，笨头笨脑的，他肯定娶不到老婆的。我看他这辈子啊，肯定是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了，真的是可怜啊，想我都心疼啊。不想了，我先走了。建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把一个大美女搁在一旁，啊？早，Richard。他对赌博比对我有兴趣啊。哇，看不出哎，原来是个赌国英雄啊！啊，也没有了。我其实对赌不是很熟悉，我连赌场都没有去过。啊？哦，我懂了。有人给你钱赌，输了不算你的啊，赢了还可以进你的口袋。不是啦，我是想，你既然把20万交给我，要我在线上赌博，那肯定有你的原因。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就想做到最好。You're right. 哦，Thank you。说的没有错，但是我先不告诉你原因。昨晚成绩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Richard，我输了3万。继续努力。你还要我继续赌啊？赌，我现在放你3天赌假，你的任务就是尽情的赌。这个赌鬼一回来，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起来！叫你起来，听不到啊！哎呀，你别吵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钱，赌不赌？你给我钱，我当然赌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打算给我100-200块，然后把我打发走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爸，我死都要死在这里。不止100-200，1-2千也不考虑。不止1-2千哦。那1-2万呢？那还可以想一想。是不是给你1-2万，我这个儿子都不用认了？现在不是我不认你，是你不想认我。哎呀，说真的，我能离开这里，我也不想看你的脸色。
好，好聚好散，来，钱拿来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钱一进口袋，输个精光，还不是跑回来这边混吃混喝？你看你讲话讲的好像打人这样。是啊，你给不给啊？不给就拉倒，别说那么多废话。睡觉。20万，20万。哇，真的那么多钱啊！网上赌场你也会，你很前卫哦。要赌就不要啰嗦，来，要赌什么？我什么都会赌啊，轮盘啊、百家乐啊，还有大小啊，我什么都会了。百家乐，百家乐，可是我最强项的。先玩1万块，你钱不是给人家了吗？啊？人家不要啊。哦，不要，白花花的钱，居然有人不要。你是不是惹什么大麻烦啊？哎呀，不说算了。幸好老婆婆回来了。不要吃啊！怎么不吃了？哎呦，冷冰冰的。因为我心冷了，血冷啊。啊，心冷血冷啊！我去找六木了。只有我拿 MC， 六木没有拿 MC， 他要做工哎。你不要有事没事打给他。那我找建志喽。他也是要工作的，你找他们做梦？你这个样子啊，我很担心的。你看，额头冷冰冰，面又不吃。你要打电话对吗？你打给麻将婆。打给麻将婆？你不是说麻将婆要介绍卖面包的阿花给我认识吗？啊，好好，我马上去打。喂，麻将婆啊？这样问，我就会忘了小美啊。我那个大儿子啊，下个月就服完兵役了。他跟我说他去美国读书，你懂的，美国读书很贵的，用的是美金，所以我要卖掉黄金换美金。你投资了多少？2公斤而已，我每个月拿利息的，黄金存在公司里。哎呀，总之你叫木生把黄金给卖了吧，哈。我会跟他说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快要结婚了。恭喜你呀！到时候记得请我喝喜酒哦。谢谢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走了，拜拜。拜。申婷啊，你先回去吧。午餐过后没有什么人，我自己看着就行了。没关系啦，我带了书来，我在这里读也一样啊。我问你哦，如果一间投资公司亏了客户的钱，会有什么结果啊？投资嘛，当然有赚也有亏啊。如果是合法的，而且也是客户自愿的，那投资公司就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。但是如果是以不实或者欺诈的方式叫人家投资，还让他们亏钱，那就要吃官司了。你是在担心未来姐夫吗？你知道的，木森在这2年又买公寓又买车，钱赚得太快，总让人觉得很不踏实。我听建志说，这家投资公司他们规模很大的，他们也会准时发利息给那些投资者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你呀，就是像老妈一样，整天想太多。是啊，我们这种人只会跟自己过不去。米粉嫂，是啊，是你妈介绍的。除了米粉嫂，还有谁投资啊？鸡蛋叔、青菜嫂、麦凉茶的安迪，还有1、2个了。老妈也真是的，干嘛到处拉人投资，竟然不跟我说？
你也是啊，根本没有告诉我。未来丈母娘叫我不要讲，我哪里敢多嘴啊？她也是一番好意嘛。万一亏钱了怎么办？他们都是小生意人，赚的都是血汗钱。放心啦，有我看着。还有呢，我会帮米粉嫂卖掉她手上的黄金的。OK？ 老妈叫我今天早一点回家吃饭，你也来吧。未来丈母娘要见女婿啦，啊！好了，我下班就马上过去。你跟她说我会加菜。拜拜。喂，琳达，我有一个客户他要卖黄金，他叫翁金柱，手上有2公斤的黄金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啊？陆三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突然闯进我的 office， 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的客户要拿回黄金，可是财务部不准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们说接到指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是总监哎。Boss， 财务部说，On Kim Chu存放在公司的黄金暂时不能买卖。安德，我正要找你，进来说。财务部说，我正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公司现在出了点状况，必须暂时停止一切买卖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现在正在被调查。有人向有关部门投诉我们，说我们的投资计划是金字塔骗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明显啊，这是眼红的同行在攻击我们。我们光明正大做生意，不用害怕这种恶意的指控。不过现在在调查期间，还是得遵守指示，暂时停止一切买卖。但这会引起客户的恐慌的，所以消息不能够泄露。你马上跟你手下的经纪开会，想办法安抚客户。你可以告诉他们说，最近的金价偏低，不适合脱手，或者其他理由都可以。一定要让公司安然度过这次的危机。我买了你最喜欢的鸭腿，来，烧鸭腿呢，孝敬我的未来岳母，谢谢。还有我的老婆大人。哇，你看，木生对你多好，他对你也很好啊。那还用说？哪像你呀？哼！阿弟，你这妹怎么了？他说他不想摆酒席，我也不想太铺张啊。摆大喜宴是不用，因为没有什么客人要请。但最起码呢，摆个7、8桌，请亲戚朋友啊，那也是应该的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一辈子也就那么一次。哎，木生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这妹说什么就什么吧。你们2个就商量一下嘛。不用商量，我们不摆喜酒。你这妹不嫌热闹呢，我看就算了。也只能算啦，就听他的吧。哎。对了，米粉嫂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？我把文件带来了，你让他签一签，然后告诉他1个星期内钱就会转到他户口了。把它放在这里啊。哎，米粉嫂要卖掉那黄金吗？为什么？每个月等利息不是很好？老妈，我都还没有说你呢，你没事干嘛找米粉嫂、鸡蛋叔、青菜嫂他们投资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叫米粉嫂而已。其他人啊是听米粉嫂说的，他们就跑来找我说什么钱放在银行，每个月的利息那么少，一听到有这么好的投资啊，谁不想多赚一点啊？投资是有风险的。哇，这个汤好像没有放盐呢，我去拿盐。哎，我知道投资是有风险，但是有木生在就不怕，木生对不对？是啊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来吧。练奶多，不如你换份工作吧。
你这份工作压力大，责任也不小。就好像米粉嫂的事，大家都认识的，万一投资有什么闪失，不是说我不相信你，我只是觉得……我知道，你是担心他们的老本不保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把其他借方的投资呢都赎回来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最近的金价起伏太大，叫他们把钱放在银行比较安全，这样你就放心了。我听佳慧说，有些人把毕生的储蓄都投了进来，这责任真的太大了。你不要担心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两个过着简简单单的日子就很幸福啦。嗯。但我真的不甘心。如果我就这么离开，这2年的努力都会白费的。不会白费。今年就是本钱，你可以用这本钱来闯新事业啊。新事业。你脑袋灵活，换条路走，同样可以闯出一番事业的。你对我真的那么有信心？当然啦。不听老婆言，吃亏在眼前嘛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。Jasmine， 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只是想要知道我们的客户存放在公司的金条有多少。你是财务总监，我不问你问谁？吕正，就是吕正叫我来问你的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正好这样。财务部的小曾悄悄发了消息给我，公司在这3个月内一共收集了3800公斤的金条，没归还的大约是750公斤。750公斤，市价有6000万。那麻将不会说啊，阿花很忙啦，他有很多appointment，所以今天下班啊才有空见面。一个卖面包啊，搞到之前像大明星吊起来卖，见个面还没有appointment。你要不要跟我去？喂，你要不要陪我去？去哪里啊？我跟你说什么，你没有听到没？我要去见阿花，你要不要陪我去？你神经病啊！你去相亲，我去干什么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，可是哦，越想忘记一个人，就越难忘。喂 ，boss， 是啊，有事要找你，要紧的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拜拜。走吧，去茶馆。说吧，快走了。前面转右。转右啊，笨蛋！我知道啦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写字是用右手，拿筷子是右手，擦屁股左手，骂人家笨蛋做梦。你又不知道这个是我的死穴咩？你以为我要啦？转错八竿不生啦！做梦骂人家笨蛋，你可以精明一点嘛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天生就是这样吗？你以为每个人像你这样啊，聪明厉害啊？厉害？我什么厉害啊？你做梦？做梦？你今天怪怪的，发生什么事啊？
没事，开车吧。Boss， 我们对客户要负责。有些客户，他们用一生的积蓄投资进去，他们赚的钱是辛苦钱。投资当然有风险了，这和买卖股票一样，有人输钱，有人赢钱。你输了钱可以去找股票交易所吗？当然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只是个交易平台，我们投资商提供的也只是一个平台。你的客户赢了钱，他分你吗？没有吧？所以亏了钱，我们不需要负责。问题是，金价并没有下滑，实际上这个月金价就涨了8%。我们给客户的回报高达30%，钱从哪里来？我们不是用客户的钱去投资的吗？哪有这么好的投资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用第2代投资者的钱支付第1代，然后第3代支付第2代，以此类推。对了，你是时候要全身而退了。我跟你说过，贪婪可以让人成功，也可以让人失败。你看看你现在，有车有房有黄金，那都是那些贪婪的人成就了你的贪婪。适时的抽身，你就成功；晚一步，你就失败。所以 ，boss， 公司并没有被调查，对吧？那6000万，客户也拿不回去，因为这些钱都流到像我这样的人的手里。boss， 这是欺诈！这本来就是个尔虞我诈的世界。商场如战场，我们适时的鸣金收兵，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。但是 boss， 客户拿不到钱，他们一定会告发我们的。是要有个人来承担责任。这个人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何建志，是你推荐的。我听说他很拼，表现不错，他可以全权取代你。boss， 你要坚持承担这一切。不是我，是你。他是我好朋友，我好兄弟，我怎么下得了手？谭登，你可以补偿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就是他的青山。明天把辞职书交了。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开开心心去结个婚，好好度个蜜月，回来我自有安排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输光了啊！我把你输出去的钱我全赢回来，而且我还赢了。你看，10万啊，10万啊！厉害啊！当然厉害了。赌王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赌王一出，我的尿尿也要出，钱你也先发作了。哇！
竟敢买啊！哎，撒完尿了？撒完尿了？手洗了吗？谁说尿完一定要洗手的？不洗手，不准碰我电脑啊！我洗完手，手续变了，你负责。去洗手。真麻烦了你。儿子啊，人家说上阵不理父子兵，我们父子俩啊，一起出战，一定可以赢到50、60万。要不然啊，我不姓何，跟你姓。洗完手了，哎呀。读了3天3夜，我都要累死了。你怎么还那么有力啊？你没有看到我的脚啊？浮起来，再赢多一点了，我还可以飞了。神经病！肚子饿吗？饿扁了。谁啊？我啊。哎，是六部，快点去厕所。六部我也认识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想让他看到我们在赌博，快点，快点去！我去啊！来了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不省人事啊，一直打电话给你，怎么不接啊？刚在睡觉了，手机放静音了。好点了吗？没事啊，明天就回去上班。我有点事要跟你谈。哎，出去外面聊吧，我都在家闷了3天了。哎，我等你开口很久了，终于要叫我做你的伴郎了是吗？我不是要跟你谈这件事啊。那你要谈什么？我要辞职了。你要辞职？不要开玩笑啦，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我现在在开玩笑吗？行啊，你林木森，公司上下都在传，有猎头公司找你，是真的啊？我真的是被猎人投了。那你走了，谁来取代你？你呢？我拉你进公司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六木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，阿花不会觉得我们小气吧？不会，阿花原本说要在咖啡店见面的，说比较省钱哦。是我说 food court 比较好，有冷气。相亲嘛，搞得满头大汗就不好了。没想到阿花这么懂事啊！说真的，我还真没看过像阿花这么懂事的孩子。金条能够娶到她，那是天大的福气。是啊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说要见阿花的是你，说要娶阿花也是你，死气沉沉的。哎，阿花来了，雷公婆、马家婆，哎，你们是长辈，不要站，不要站，坐。雷公婆，你身体还好吗？啊，好。她身体可硬朗咯，走路像会飞的，哪像我啊，这里痛那里痛。这几天啊，我的一双手啊，好像被几百斤的东西压住了，都举不起来。哎呀，你整天坐着打麻将，不痛才怪啊！麻将婆，我帮你按按。哎呦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是应该的，应该尊敬长辈。阿花对老人家就是好啊。经常有穷苦的老人去买面包啊，他都不收钱呢。哦，不是不收钱啦，我是帮他们还钱。面包店不是我开的。你听听看，多有爱心的孩子啊！真难得啊！哎呀，现在那些年轻人啊，看见老人家走路慢一点啊，就在背后啊吱个不停嘞。雷公婆啊，风水会轮流转的，以后他老了哈，也跟人家吱，他们就知道滋味了哈。给你一个赞。谢谢。阿花，跟金条聊天吧，你们才是今天的男女主角哦。嗨，我叫邱美花，
大家都叫我梅花，你可以叫我阿花。我叫黄金条，你可以叫我金条。不用这么生疏啦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天天都见面的。金条啊，他是在一家大公司打工的，今年都30几了，还没有交女朋友嘞。哎，你属什么的？我属猪。属猪啊，属猪好。属猪今年30， 29。30，因为我一个朋友属猪，他喜欢吃猪扒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我虽然还没有到啦。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啊。不用了，我喝白开水就可以了。家里还有剩菜，回家去煨一下就能吃了，不可以浪费食物。阿花是很节俭的。你们不要管我啦，你们去叫吃的吧。好好好，雷公婆啊，我们2个去点吃的，这里就留给他们2个年轻人好好谈。好好好，来。你的阿妈跟我说你在间大公司做工，做什么职位啊 ？Assistant Manager。哇，难怪我看到你最近穿衣服那么 smart。这是必须的。薪水多少啊？差不多。差不多是。我平时也蛮节俭的。以后结婚当了夫妻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供房子了。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呢，需要聊到这样远吗？你的阿嬷说你很喜欢我，很想认识我。我知道，你其实经常走过面包店，是为了要故意看我。没有哎，我每次走那条路，我都没有看过你。还有，我要回家，我只可以走那条路哎，因为只有那条路到我家哎。你很好笑，你很可爱嘞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在追我，不过不是太老，就是太安哥，有些还很好色哦。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含蓄的。我答应了。答应什么？答应跟你交往啦，答应做你的女朋友，答应做你的未婚妻。你是说，这些所谓的黄金回购，还有海外土地投资计划，都是为了骗顾客的钱？这6000万就这样没了？没错，这就是所谓的金字塔或庞氏骗局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们的公司开在最贵的地段，有2万个客户，投资额超过20个亿，怎么可能是骗局？这就是吸引投资者上钩的诱饵，而我们就成了帮凶。那幕后主使是谁？莫伟聪和瑞智莫父子俩。那你叫他们自己去负责了。这法子是他们想出来的，你觉得他们会被卷进来吗？我是投资部的运营总监，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由我负责。你觉得我可以脱离关系吗？除非我在整件事爆发之前就辞职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想辞职的原因。没错。明天我会回公司递上我的辞职信，公司上上下下都会像你一样，以为我被猎人头公司给猎走，然后公司呢就宣布你取代我成为运营总监。这就是我拉你进公司的真正目的，当我的替死鬼。我不相信。
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子对我的。你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会在你背后捅一刀的人。这么多年的兄弟了，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？静之，你愿意替我坐牢吗？你还要问啊？兄弟白叫的是吗？你不找我找谁？而且这件事，只有我能帮你。反正我这一辈子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做运营总监啊，所以你就快点去辞职，让我过一下这个瘾。真的是个笨蛋。我哪里笨？我代替你去坐牢，你就欠我了。我出狱之后，你就要包我吃好的、住好的，我下半辈子就靠你了啊！我就是偏偏不要欠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明天早上你回公司第一件事，把你的辞职信放在我桌上。那你怎么办？顶多坐几年牢吧。你是要结婚的人，这件事你不用担心。辞职信明天记得放在我桌上。我刚才说要帮六木去坐牢，是想让他觉得我是一个讲义气的兄弟，还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打算？你说吧，你需要多少钱啊？30万。30万？六木，我这次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可以帮我吗？那个时候，六木二话不说，就把给郑玉的聘金收回来，帮我把事情解决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去坐牢了。现在轮到他有难，我怎么可以不帮他？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于振墨好像要重用我。我如果去坐牢，这一切都会没有掉，更别说能得到真婷。他很快就是一名律师了，律师怎么可能和一个坐过牢的人在一起？可是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六木去坐牢吗？我这还算什么兄弟？天要亮了，我还辗转反侧，被放大的情绪跟谁讲呢？聚光灯太炙热，带走我的温热，会不会其实我没想象中快乐？来不及踩刹车，就匆匆来到这，一路上的曲折，饭也有忘了，不晓得这声躯壳还能走多远呢？如果我只剩今夜，我能留下什么？就算我只是你。